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给我滚！张总的咆哮声震得整个包厢都在颤抖，10万现金从他手中飞出，红色的钞票如雪花般散落一地。这钱我宁可喂狗也不给你。所有宾客都呆住了，刚才还在谈笑风生的庆功宴，瞬间变成了战场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满地的钞票，神色平静如水。慢慢的，我从西装内袋掏出了手机。张总，我的声音很轻，却让整个包厢安静下来。希望您不要后悔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个月前，我林峰还是公司里最受器重的业务总监。入职华远科技3年，我从一个普通销售做到了总监位置，不是靠关系，不是靠运气，纯粹是业绩说话。去年1年，我个人完成的销售额占了公司总营收的40%。张总经常在公开场合夸我，林峰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销售。那时的张总看我的眼神就像看自己的儿子，每次重要客户来访，他都会把我带在身边。公司年会上，他亲自给我颁发最佳员工奖。小林，好好干，公司的未来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，我也确实没让他失望。这次拿下康泰集团的订单，是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生意。3000万的合同金额，利润率高达40%。康泰集团的李董事长是业内出了名的难搞，3年来，无数同行想拿下他们的订单都铩羽而归。我花了整整8个月时间，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康泰分公司。林总监真是不简单啊！李董事长签合同那天，当着张总的面夸我们康泰的门槛有多高，行内人都知道，能让我点头的供应商屈指可数。张总当时笑得合不拢嘴。回到公司，他立刻召开全体大会，当众宣布给我10万奖金，还要举办庆功宴，这是公司的骄傲。他在台上慷慨激昂，林峰用事实证明了什么叫专业，什么叫敬业。台下掌声雷动，同事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我也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。为了康泰这个项目，我推掉了无数朋友聚会，连女朋友都抱怨我把工作看得比她重要。等这个项目结束，我们就去马尔代夫。我当时这样安慰她。财务部的小王告诉我，康泰的首笔款项已经到账，1500万。张总亲自去银行确认了余额，回来的路上还给我发了微信，小林，辛苦了，明天庆功宴一定要来。我回复，一定到。当时的我以为这是我职场生涯的高光时刻，10万奖金，公司的认可，美好的未来，一切都在等着我。我甚至已经开始规划用这10万块钱做什么。首付不够买房，但可以换辆车。我看中了一辆宝马3系，正好10万左右的预算。等拿到奖金，我们就去 4S 店看车。我对女朋友说，她抱着我的胳膊，眼睛里都是小星星。你真棒，我男朋友是最优秀的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规划了很久的未来。他说想开个花店，我说可以用奖金投资。他说想养只猫，我说换了大房子就养。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美好的像泡沫。第2天就是庆功宴，我特意买了套新西装，深蓝色的，很正式。女朋友帮我系领带，在镜子前转了好几圈，帅死了。她踮起脚尖亲了我一下，我的英雄。我笑着抱住他，心情前所未有的好。10万奖金，
对当时月薪8000的我来说是一笔巨款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代表了公司对我能力的认可。有了这个先例，以后的发展不可限量。我甚至开始幻想，也许明年就能升职加薪，也许张总会让我负责更大的项目，也许我能在30岁之前就坐上副总的位置。年轻人总是容易做梦，而梦醒的时候，往往就是噩梦开始的时候。庆功宴定在市里最好的酒店——金汇大酒店。我提前半小时到达，想着早点到可以帮忙招呼客人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我看到了张总，他站在包厢门口，正在打电话。是，我知道了，明白，好，我会处理的。张总的声音很低，但我听得出来，语气很凝重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在原地站了很久，表情阴沉的吓人。张总，你好。我走过去打招呼，他被我吓了一跳，猛地回头，看清是我后，脸上立刻挤出笑容，但那笑容明显很勉强。小林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但力度比平时轻了很多。包厢里已经来了不少人，市场部的同事，财务部的领导，还有几个其他部门的主管。大家见我进来，都纷纷祝贺，恭喜恭喜，林总监威武，3000万的大单，太厉害了，请客吃饭啊，大功臣。我一一回应，心情很好，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张总在包厢里走来走去，时不时看看手机，时不时和财务部的陈经理说话，两人声音压得很低，我听不清在说什么。但陈经理的表情很严肃。怎么了？这是？我问身边的同事小李。不知道啊。张总从进来就这样，心神不宁的。小李小声说，可能是工作上的事儿吧。服务员开始上菜，满桌的山珍海味，光看着就知道花了不少钱。张总平时虽然大方，但这次的规格确实超出了平常庆祝活动的标准。今天大家要尽兴。张总举起酒杯，但笑容依然很僵硬。为了康泰项目的成功，为了公司的发展，干杯！大家举杯响应，气氛热烈起来。酒过3巡，张总的手机又响了。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我出去接个电话，他站起身，快步走出包厢。透过包厢的玻璃门，我看到他在走廊里踱步。电话时间很长，足足10分钟。期间他的表情变化了好几次，有愤怒，有无奈，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慌乱。张总这是怎么了？有同事开始窃窃私语，可能是家里的事儿吧，或者是其他项目出了问题。气氛开始变得微妙。原本应该轻松愉快的庆功宴，因为张总的异常表现而蒙上了阴影。我心里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张总重新回到包厢时，整个人的状态完全变了。如果说之前只是心神不宁，现在简直就是心事重重。他坐在主位上，端着酒杯，却半天不喝一口。张总，您没事吧？我忍不住问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让我心里一凉，不是平时的温和与赞赏，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，有怀疑，有愤怒，还有深深的失望。没事，他冷冷地说，等会儿颁奖的时候再说。颁奖？我想起今天的主要环节就是颁发10万奖金，但张总现在的状态让我心里越来越不安。要不要先颁奖？陈经理小心翼翼地问。张总看了看手表，又看了看我。好，现在就开始。他站起身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。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。张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厚厚的，
应该就是装着10万现金的信封，但他拿信封的手在微微颤抖。各位同事，张总开始说话，声音有些嘶哑。今天我们聚在这里，本来是为了庆祝康泰项目的成功，但是他停顿了很久，久得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但是什么？有人忍不住问。张总的眼睛慢慢转向我，那眼神如刀子般锋利。但是有些事情需要澄清一下。我的心开始狂跳，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涌上心头。林峰，张总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，你来说说康泰这个项目你是怎么拿下的？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我，我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但还是如实回答。张总，您知道的，我花了8个月时间，跑遍了康泰的各个分公司，最终打动了李董事长。打动？张总冷笑一声，你是怎么打动的？用什么打动的？我被他的语气吓到了。张总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不明白？张总的声音越来越大。那我来告诉你，我刚刚接到康泰集团的电话，包厢里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看着张总，等待他的下一句话。康泰集团说，我们的合同有问题，产品规格不符，交货时间延误，还有质量问题。张总几乎是咆哮出来的，他们要求退货退款，还要追究我们的违约责任。什么？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合同怎么会有问题？产品规格是我亲自和技术部确认的，交货时间是按照生产计划制定的，质量更是经过严格检测的。张总，这不可能！我试图解释，不可能。张总打断了我，3000万的合同现在变成了3000万的赔偿，康泰那边已经找了律师要起诉我们。包厢里响起了一阵抽泣声。3000万的赔偿对华远科技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打击。可是张总，合同都是按照标准流程签的，怎么会还在装？张总眼中冒火。康泰的李董事长亲口说了，这个合同从一开始就有猫腻，他们内部调查发现，有人在背后操作，故意设置了陷阱。陷阱？什么陷阱？我彻底糊涂了。这个合同我从头到尾都参与了，每一个条款都仔细核对过，怎么可能有陷阱？张总，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这个合同够了！张总愤怒地拍桌子，事到如今你还在装无辜。康泰那边已经查出来了，有人泄露了我们的底价，有人故意在合同里留了漏洞，有人想害我们华远科技。他指着我，声音颤抖，而这个人就是你。什么？我感觉天旋地转。张总是在指控我背叛公司？这怎么可能？张总，您误会了，我绝对没有。没有。张总冷笑。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康泰的人知道我们的成本价？为什么他们能精确地找到合同的漏洞？为什么这一切都指向你？包厢里的其他人都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有怀疑，有同情，有困惑。我的大脑一片混乱。康泰真的要起诉公司？真的有人泄露了底价？真的有合同漏洞？但这一切为什么都指向我？张总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背叛公司。我急切地辩解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误会？张总的声音越来越高。3000万的误会，公司面临破产的误会。他从信封里拿出那些钞票，一把扔在地上。10万奖金，奖给背叛者，我宁可扔掉也不给你。红色的钞票散落一地，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所有人都呆住了，没人敢动，没人敢说话。你给我滚！张总指着门口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华远科技的员工，滚出去！我站在那里，
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刚才还在庆祝的庆功宴，瞬间变成了审判大会。刚才还把我当儿子的张总，现在恨不得杀了我。张总，请您冷静一下，让我们把事情搞清楚。搞清楚？张总冷笑，还有什么好搞清楚的？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，是你害了公司，害了所有人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眼中满是愤怒和失望。林峰，我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培养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。这句话如刀子般刺痛了我的心。是啊，张总确实对我很好，像父亲一样关心我，支持我，但现在他却认为我背叛了他。张总，别叫我张总，他咆哮道，我没有你这样的下属，拿着钱滚出去。满地的钞票仿佛在嘲笑我，刚才还是奖励，现在变成了羞辱。包厢里的同事们都不敢看我，有的低着头，有的看向别处，没人为我说话，没人相信我的清白。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众叛亲离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满地的钞票，看着张总愤怒的脸，看着同事们闪躲的目光。整个包厢安静的可怕，除了张总的粗重呼吸声，就是空调的嗡嗡声。3年的努力，3年的信任，3年的感情，就这样毁于一旦。我应该愤怒，应该争辩，应该为自己的清白据理力争，但是我却出奇的平静，不是认命的平静，而是一种奇怪的淡然，仿佛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仿佛我早就准备好了应对这种情况。我慢慢蹲下身，捡起地上的几张钞票，不是要拿走，而是整齐地放在桌子上。张总，我站起身，声音很轻，但很清晰。这钱我不要。张总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。但是我继续说，我需要您听我说一句话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张总还在愤怒中，事实就是事实。是的，事实就是事实。我点点头，但有时候事实并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。我从西装内袋慢慢掏出手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手机上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有人以为我要录像取证，有人以为我要报警，还有人以为我要给律师打电话。但他们都猜错了。我拨了一个号码，电话响了3声后被接通了。喂，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是我。我说，可以开始了。明白。那头的声音很简短。我挂断了电话，看了一眼手表，晚上7点28分。然后我抬头看着张总，露出了今晚第一个真正的笑容。张总，我的声音依然很平静，希望您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。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诡异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不明白我刚才那个电话是什么意思。可以开始了。开始什么？张总的脸色也变了，不再是单纯的愤怒，而是带着一丝困惑和不安。你给谁打的电话？他问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手机还拿在手中。你想干什么？张总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。难道还想威胁我？我摇摇头，不是威胁，张总，只是有些事情该结束了。什么事情？什么结束？张总越来越困惑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同事们也开始窃窃私语。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紧张感。刚才那个电话，那句可以开始了，还有我看手表的动作，都让人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我再次看了看手表，7点30分。张总，还记得您刚才说的话吗？我问。什么话？您说康泰集团要起诉我们，说合同有问题，说有人泄露了底价，说有人在背后操作。张总点点头，没错，这些都是事实。是吗？
我的笑容更深了。那您知道康泰集团现在在哪里吗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。张总，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张总被我问得一头雾水。今天是康泰集团董事会的日子，我缓缓说道。李董事长现在应该正在向董事们汇报一个重要消息。包厢里安静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我的下一句话。什么消息？张总的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了。我看着他，眼中没有愤怒，没有怨恨，只有一种深深的平静。关于华远科技，关于这3000万的合同，关于……我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一字一句地说，关于真正的幕后黑手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张总的脸色就彻底变了，从愤怒变成了惊恐，从惊恐变成了绝望。他知道游戏结束了。你怎么可能？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。怎么可能知道真相？我接过他的话，张总，你忘了吗？我是做销售的，最擅长的就是收集信息。包厢里的其他人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们能感觉到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反转。3个月前，当康泰集团第一次接触我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。我开始娓娓道来，这么大的集团为什么会主动找上我们这样的中小公司？张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因为有人在背后牵线搭桥。我继续说，而且这个人在康泰集团有很深的关系。我看了一眼陈经理，财务部的领导，他的脸色也很难看，手在桌子下面微微颤抖。陈经理，你要不要也说几句？我问。陈经理猛地站起身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吗？我掏出手机，点开一个录音文件。那这个录音，您听听熟不熟悉？录音里传来陈经理的声音，合同的条款我已经看过了，按照你们的要求修改了几个地方，成本价的资料我也准备好了，什么时候动手你们决定。陈经理的脸瞬间煞白，瘫坐在椅子上。包厢里其他人终于明白了什么，不是我背叛了公司，而是有人设了一个局，想要陷害我，同时毁掉华远科技。张总，我重新看向他，你想知道康泰集团的李董事长现在在说什么吗？张总不说话，但眼中的恐惧越来越浓。他在向董事会汇报，有人试图利用康泰集团来陷害竞争对手。他在汇报，华远科技是无辜的，真正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张总心上。他在汇报，有人伪造了康泰集团的名义，给华远科技打电话，声称要起诉索赔。张总的身体开始颤抖，他还在汇报，这个人就是华远科技的总经理张某某。最后一锤落下，张总彻底崩溃了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他喃喃自语，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在调查您。我终于说出了真相。包厢里死一般安静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我，不敢相信刚才听到的一切。3个月前，我发现公司的财务有问题，几个重要项目的资金去向不明，几个重要客户的合同条款异常。我开始详细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怀疑有人在挪用公司资金，有人在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，但我没有证据，所以开始悄悄调查。康泰集团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。张总，您联系了康泰的某些人，设计了这个局，表面上是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，实际上是想让我背黑锅。张总还在否认，胡说。
都是胡说，是不是胡说？很快就有答案了。我再次看了看手表，现在应该是7点35分。按照计划，警方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您家里。什么？张总的脸色瞬间煞白。您家里藏着的那些现金，那些转账记录，那些和康泰某些人的通话录音，现在应该都被找到了。我冷静地说着，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。刚才我打的那个电话是给警方的联络员，我说可以开始了，意思是可以开始搜查了。张总瘫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如泄了气的皮球。你是什么时候？怎么知道的？从您决定要陷害我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了。我说，因为康泰集团的李董事长是我的朋友。这句话如晴天霹雳，彻底击垮了张总最后的心理防线。什么？李董事长是我大学同学的叔叔，3年前我刚入职的时候，就是通过这层关系认识的。我解释道，这次康泰的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局，为的就是引您上钩。张总彻底明白了，原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想陷害我，原来这整个康泰项目都是我的反击计划。您以为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？我笑了笑，张总，您低估我了。事实上，我的身份远比张总想象的复杂。我不仅仅是华远科技的业务总监，还是市场监管部门的线人，专门负责调查企业内部的经济犯罪。3年前，我之所以进入华远科技，就是因为有人举报这里存在财务问题。我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。您知道您这3年来挪用了多少公司资金吗？我问。张总不说话，但眼中已经完全绝望了。860万，我报出了准确数字。您以为做得很隐蔽，但其实每一笔转账，每一次操作，我们都有记录。陈经理在旁边听着，已经吓得魂飞魄散。他知道自己也逃不掉了。您利用职务之便与供应商勾结，虚报采购成本，从中获取回扣。您与某些客户串通，故意压低合同价格，然后要求客户私下返还差价。我一条一条地列举着张总的罪状，每一条都有确凿的证据。最过分的是，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竟然想要陷害我，利用康泰集团的关系，设计了这个所谓的背叛剧本。张总听着，整个人都垮了。如果不是我提前发现了您的计划，如果不是我与康泰集团早有联系，也许您的计划真的会成功，我会被当作背叛者赶出公司，而您的罪行也会被掩盖。我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。但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您做的那些事情早晚要曝光。就在这时，包厢的门被推开了，几个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。张先生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领头的警察出示了证件。张总看到警察，彻底崩溃了。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他想说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张总，您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我站起身。您刚才说我背叛了公司，其实真正背叛公司的是您自己。警察开始给张总戴手铐，陈经理也被另外2个警察带走了。包厢里的其他同事都呆住了，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刚才还在指责我的总经理，现在成了罪犯；刚才还认为我是背叛者，现在发现我是英雄。各位，我对其他同事说，很抱歉让大家经历了这样的场面，但有些事情必须要有个了结。同事们纷纷向我道歉，为刚才的误解感到羞愧。林总监，对不起，我们错怪您了，您辛苦了。我摆摆手，大家不用道歉，
这不是你们的错。警察带走张总和陈经理后，包厢重新安静下来，但这次的安静和刚才的安静完全不同。刚才是紧张和恐惧，现在是解脱和震撼。那康泰的项目？有同事问。康泰的项目没问题，我说，合同是真的，订单是真的，钱也是真的。刚才张总说的那些话，都是为了陷害我编造的谎言。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公司没有面临破产，没有巨额赔偿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但是我话锋一转，公司确实面临着困境。张总挪用的800多万资金需要追回，财务系统需要重新整理，很多合作关系需要重新建立。我看了看地上散落的钞票，这10万奖金我确实不要了，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公司现在更需要这笔钱。我蹲下身，重新把钞票收集起来，整齐地放在桌子上，等公司渡过难关，等一切恢复正常，我们再来庆祝也不迟。同事们被我的话感动了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不仅没有计较刚才的误解，反而主动为公司着想。林总监，您没什么。我站起身，我们都是华远科技的员工，公司好，大家才能好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康泰集团的李董事长打来的。小林，事情处理得怎么样？已经结束了。我说，张总和陈经理都被带走了。好。李董事长的声音很欣慰，这种蛀虫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李叔，谢谢您这次的配合。谢什么？我们是在做正确的事情。李董事长说，对了，康泰的项目我们会继续推进，合同条款不变，资金按时到账。太好了，我由衷地说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对同事们说，康泰项目确认无误，合同继续有效。大家再次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今晚第一次真正的笑容。那我们？有人问。我们继续庆祝。我说，为康泰项目的成功，为公司的未来，为正义的胜利。这次的庆祝比刚才的庆祝更有意义，没有了虚伪的演戏，没有了背后的算计，只有真诚的同事情谊和对未来的希望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金汇大酒店待到了很晚，大家聊着天，规划着公司的未来。没有人再提起张总，也没有人再提起刚才的误会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第二天，公司召开了全体大会，我被任命为代理总经理，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。董事会表示，等找到合适的总经理人选，我可以继续担任业务总监的职务，但我谢绝了代理总经理的职务。为什么？董事长问我。因为我还有其他任务。我说，是的，我的身份终究是市场监管部门的线人。华远科技的案子结束了，但还有其他的案子等着我去调查。1个月后，我离开了华远科技，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，但我和华远科技的同事们保持着联系，也经常关注公司的发展。华远科技在经历了这次风波后，反而发展得更好了。新任总经理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公司业务蒸蒸日上，康泰项目也进展顺利，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。至于张总和陈经理，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张总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，陈经理被判了3年，挪用的资金也全部追回，返还给了公司。那10万奖金最终还是发给了我，但我把它捐给了慈善机构，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回想起那个夜晚，回想起张总的愤怒咆哮，回想起满地的钞票，我依然感到唏嘘。职场如战场，人心如深海，有时候
表面的和谐掩盖着暗流涌动。有时候，信任的背后隐藏着背叛，但我始终相信，正义虽然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那些以为可以逍遥法外的人，终究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，而那些被误解、被冤枉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得到应有的清白。那个庆功宴上的夜晚，是我职场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夜，不是因为那10万奖金，而是因为那一次完美的反击。当张总指着我说“你给我滚”的时候，他绝对想不到，真正要滚的人是他自己。当他把钞票扔在地上羞辱我的时候，他绝对想不到，不久后他就会戴着手铐被警察带走。而我，那个他眼中的背叛者，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也为公司清除了真正的蛀虫。这就是我想告诉所有人的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永远不要低估任何人，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的算计天衣无缝。正如我当时对张总说的那句话，希望您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。他确实后悔了，但为时已晚。而我从那个夜晚开始，学会了在职场中保护自己，学会了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清醒，学会了用智慧和正义对抗邪恶和欺骗。这或许就是那个庆功宴带给我的最大收获，不是10万奖金，而是一次人生的成长和蜕变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